起来面试火星情报局的。2016年样片的时候，对，当时我是艳压群雄。艳压群雄确实也是。哎，不对，我当时就像鹏鹏的一部戏一样，一人之下，一下子就把鹏鹏挤走了。所以这一次鹏鹏又来火星了，我一下子又副局长了。不是这样的，我的版本不是这样的啊。导演跟我蕊流程的时候都是说，哎呀，你说你看看。你走了这么久啊，就是还在事业上一直在努力，但是刘维哥呢，一直还是在高级特工原地踏步。第1季到第6季一直是高级特工。对，但是昨天听说我一来，马上连夜只手遮天。对他自己改台本，因为他昨天跟导演对台本的时候，我本人就在旁边，他真的威胁人家。是，我也在。他说：“你看，我一直在抛这个想当副局长的梗，如果真的没让我当一下，你觉得这个梗合不合适呢，导演？”天哪！为什么长沙的天今天这么黑？有人一手遮天啊，太可怕了！黑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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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幕。这刚写的，能蹭下去吗？吐点口水，脱掉给他。你们今天要好好表现，好好努力啊！我都看着呢。那请问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位置是？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我们的火星观察员娜扎。呀嘿！哦，娜扎，哇，太棒了！NZ，哇！我的天哪，今天根本就没有下雨，他竟然带了一把伞。掌声欢迎我们本次会议的火星观察员娜扎。大家好，我是娜扎，我是本次会议的观察员，是一个喜欢听搞笑故事的美女。哦，哎，刘维当副局长了，可不可笑？你终于升级了，为你高兴哦！你看看人家娜扎，哎呀，人好好哎！我跟娜扎真的关系非常好的，我跟娜扎其实是有组合名字的。哦，叫什么？维纳斯组合。刘维、娜扎、维纳斯，今天只要谁挡娜扎的路，我们就开撕。真的假的？真的。他刚刚自身难保，他还保护人。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林超泽通过我们终极特工的一个晋升机制，坐到了我们前面的位置。说一下，谢谢大家，我是新晋高级特工林超泽。耶！欢迎我们的终极特工李一珍。还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笑点记录员、女篮运动员，我们的大宝贝儿刘雨桐。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评判标准。我们还是会从命中笑点、爆梗金句和完整故事3个维度来评价全场高级特工的笑点贡献值。我们会从最客观的角度选出本期最好笑的故事，以及讲出最好笑故事的人。大家加油！加油！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如果想当王牌特工的话，就要做到自己的任务，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我们的笑点记录员来记录你今天的笑点，如果笑点本期累计最多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本期的王牌特工。请看各位的表现了，我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大家，我为什么来的时候要带一把伞呢？今天外面也没有下雨的哦。因为我是一个很怕晒的人，我希望自己整天都是白白的那种。啊，那你没有觉得我已经白到发光吗？哇，你白到发光，白到不行。那请问你今天既然这么白，有没有信心展开今天的第一个提案？当然有信心了，我来就我来。哇，完全没踩上拍。哎呀，音效老师，你要跟着他的腿，而不是他跟着你，他跟着你多难呐！有延迟，有延迟。这次真正的，谁都不要打扰我。各部门准备，我来就我来。开始。娜扎，信念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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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信念感。我发现，哇哦！地球人总是有奇奇怪怪的羞耻症。
哇，羞耻症。那我什么意思？哎，这没啦。怎么完事儿了？这一句话，你应该按照我们的惯例，一般情况下都是说一个人先提出案以后，他要自己先 ，for example， 就是大家先讲一下例子的。你是不是对我就是要求有点太严？他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那个踩点上面了。副局长帮忙阐述一下。作为维纳斯组合的维，我必须要帮我们的纳斯。行。羞耻症啊，顾名思义，就是会因为某件事情而感到不自在，甚至羞愧耻辱。例如，有些人是浪漫羞耻症，有些人是精致羞耻症，羞耻症。有一件事，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羞耻的，我的小名叫刘羞耻。刘耻，你才刘耻呢，就叫精致羞耻。哦。我生活里其实是个特别精致的人，哎呦，因为朋友们一般都会管我叫 supermodel， 哦，因为我很会穿搭。你的名字太多了 ，supermodel 刘羞耻。所以说我平时出门的时候都会穿得非常精致，就像娜扎一样。我出门之前我就会疯狂拍自己，我觉得 Oh my God， 好好看哦 ，I'm so fashion。Look at you， model。为了穿搭，我就是还会带一些什么皇冠啊，然后背2个包啊。你出门带个皇冠啊，背2个包，有毛病。然后我很自信，然后推开门走出去。但是只要我出了这个家门啊，旁边只要有人看我，我就开始羞耻。就我走着走着，突然你看我，羞耻。你为什么要骂人？不是，我不是骂你羞耻，我是说我的内心感到羞耻。就是你会把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告诉别人啊？不，人家这样，是我会揣摩别人的内心。就比如说，我正在走到大街上，我说，他看我了，但我那时候内心觉得他应该说是有病。那你猜对了，我说的就是。然后我又走一走，突然又有人看我，然后他是不是没说话？他这个眼神不像没说话啊。然后我内心当中潜台词就是太吓人了啊。然后我就是那种边走边脱啊，脱，只要你看我，我就脱一件；你看我，我就脱一件。啊，你真的就是我前期很精致。但只要有人看我，我内心就没有自信了。那如果你去逛一个步行街，你最后是一条内裤，赤身裸体的离开是吧？很纠结。其实如果一个人都不看你，你反而也会觉得好没有存在感。他们不看我，我是不是丑？我是不是穿的难看？我也会脱。哎呀，那你就是喜欢脱呗？你就是爱脱。不是，刚才你不是说我为什么出门背2包吗？我背一个双肩，背一个斜挎。哇，斜挎是装饰，双肩是为了装我脱下来的衣服。好复杂。我基本上出门的时候是超模，回来之后就是裤衩背心儿。娜扎，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羞耻症。你就代表自己就好，还都应该有。我要说错了，给我剪掉。身上的一些缺陷会让自己觉得有羞耻症。你有缺陷吗？太完美。我的身上的缺陷，说实话，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每次照镜子，我说是眼睛还是鼻子还是整个头是个缺陷。小时候呢，我会因为我的耳朵特别羞耻，有点招风耳那种哈。你们不要打断我，就是比如说啊，这也算打断？我只是说了3个字，招风耳，还不能跟他对话，你不能接他的话。我作为节目的 MC， 我羞耻了，这是我的工作 ，It's my job。来，没事，你说耳朵，为什么会羞耻？我会觉得我的耳朵特别的招风，就是我现在也很招风耳，当然比獒犬要好很多。我从小到大就是被夸着长大，大家看到我就哇，睫毛好长啊，都会赞美你。后来大概15、16岁的年纪，那时候我上艺术学院学舞蹈，然后呢，那时候我们的男同学就会说，你耳朵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啊，这么过分？真的，我不骗你。哎呀，他们后悔死了，我今天估计。他们说完之后，我一看，我自己都觉得像猴子，为什么？确实别人的都是这样的。
你太好笑了，所有人都说你像猴子，你像猴子，就照镜子说啊，我是猴子呀。照镜子这样。有人说你像猴子，怎么了？美猴王，你就这么说。我不要。不是美猴王。所以当时就很困扰，他们说你像猴子。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困扰。困扰，他不困扰，很开心。然后我真的就不自信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自信，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让大家觉得我像一只猴子。开玩笑。为了让我的耳朵不是这样子，我每天晚上都带着那种运动发带，这样就是整个套在耳朵上这样睡，然后一晚上都不动，我就这样睡。然后醒来那一刻，我第一时间就是拆掉，就看镜子，噔又回来了，才回来。耳朵没有任何变化，眼睛是这样的。后来慢慢，我发现我喜欢很多演员呢，比如说像娜姐，他们都是招风耳，还有何老师。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没什么呀。对呀。我经纪人他就说，哦，这样真的很好看，我真的好想变成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我小时候真的很嫌弃，他说你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哎。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流行这种，尽量把耳朵带大一点，出门的时候。对啊。我以为这是你的增高鞋垫。什么增高鞋垫？显脸小。我看看，真的好看。哇，猴子。猴子。没有。哎，我想看你戴一下，你戴这种大耳朵什么样子？哎。哇，他这样可爱很多哎。八戒。我想试试。我们都还行，是不是？哎。刘维这一系列是干什么？拆自己台。所以我就是想说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身上的一些小缺陷过度的焦虑，说不定呢有一天它可以成为当下的流行趋势。对，我就等着我这个脸流行起来。这有点难哦。这个娜扎属于招风耳的时代来了，我相信有一天属于我这个身高的时代也一定会到来。其实呢，刚才大家说的都是生活中的羞耻，是可以选择的，但有时候工作中的羞耻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就像我有对视羞耻，因为有一天我在浴室里面洗澡，洗着洗着，我一回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啊，我突然就感觉很怪，自己都不能对视，因为真的像猴。而且给我打个岔，就是昨天录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一眼嘛，然后看到敖犬的时候，他就是这种。你好怪啊！40岁了干嘛？我没有，我没有挑眉。然后袁琪就是这种，好像做什么亏心事的感觉。所以我真的就是跟自己在镜中对视之后，突然有一种羞耻感就种在了我的心里，然后从那一天之后，我就不会看人的眼睛了。这个也影响到我工作，就是我演出的时候，就比如底下有观众在挥手，我就其实看的都是额头。那所以他有刘海的，掀开。有刘海的话就我有毛病啊，他会生气的。不会的。然后就经常看到有人发那种微博说，哇，张颜齐今天跟我对视10几秒，哎，好酷。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把这儿都给他看烂了。哎，鹏鹏可以教一下，因为演员经常演戏的时候，经常跟不同的演员对视，对吧？我给你来演好不好？比如说你跟别人对视的时候，一般哪有这种情况的对视啊？走这么近啊？怎么没有啊？你的意思啊？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这么远的吗？就是这么远，这么远也。比如说我们俩见面了，他跟别人对视方法，呀嗨呀，你上，最近好久不见呢。哎呀，好久不见，再见，哎，兄弟，最近好不好？也没有那么远，但那么近的时候就一般都不会看了吧？啊，会啊。为什么？你们先示范吧，真是的。不是，就是很。
我平时跟别人聊天喜欢这样的。哎呦，于畅，啊，来，哎呦，最近好久不见啊，什么东西啊？好吓人哦！最近好不好啊？挺好的。这样会不会尴尬？你觉得？你觉得不会尴尬？这个连我们都尴尬了。我教你一种我们又可以保持这种距离，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对方，又给别人尊重的方法，好不好？斜眼对视，好不好？好。 3、2、1，走！哎，于畅，有毛病啊！什么东西啊？你不错啊，最近挺好的啊，最近过得都挺好。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刚杀青，那祝你开心啊！对呀。哎，还有一种方法啊，就是旋转对视，知道吗？对。哎呦，哎呦，于畅啊，好久没见你，很想你啊。哎，最近过得好。哎，哦，还可以再下。哎，再下。于畅，哎，那我们下次见了。对，再见。你们在干嘛？我头好晕。哎，这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吗？这样子。你跟娜扎再对视一下。啊，哇。 哇！一来就这么，完了！我本来就不敢，现在更不敢了。你一上来对着男生就是没有必要了。好，你们俩准备啊，你们一气呵成，先从距离近，好吧？或者你看着我的眼睛，你就想我真的很帅。很帅？什么意思？他就会自信。我觉得他不敢对视，是因为他不够自信。来吧，不要让你先那个，准备好，3、2、1，对视挑战。哎，他一定在看他的这儿。没有，我这次真的看眼睛了。 他心跳好快，好，克服了一些，有进步。谢谢。什么继续啊？还有什么？来，哇，转旋转，对。等一下，给我3秒钟的时间。好，来3、2、1，开始旋转。嗨，自信点儿 ，man， 自信点儿 ，man。等一下，停，张延琪，你要打他呀，张延琪。二人转呢？救命呀！我打开了吗？我汗都流出来了。张延琪不是你的位置。好的。哎，延琪，那你谈恋爱怎么办呀？对，我刚也想这个问题。就是尽量的避免。啊？尽量避免谈恋爱，是尽量避免看别人，不是尽量避免看到眼睛。那你知道你女朋友长什么样吗？你在哪，宝贝？宝贝，我们去看电影吧。哪有啊？我只是不看眼睛，不是看不到人啊。什么情况啊？也是。我问一下鹏鹏好了，因为鹏鹏在《一人之下》里面有挺与众不同的演出，对不对？对，还行。怎么做的？清场了还是说？没有，因为就喊人更多，都来拍了中场戏，人越多我越嗨。这禁制杀也是快失传的艺术，我们大家只是想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而已啊。近距离观察，那就让你们看看眼。导演。其实没有了，导演对我们演员还是有保护的。怎么克服的呢？当时喝一点嘛，因为确实是名场面，还是得还原。想看这个名场面，可以在优酷看我们的《一人之下》。对，一下。好。就我个人是有一个工作上的羞耻，就叫做数据羞耻。
就我自己啊，发一些视频点赞量低，我没事儿。但是我很怕什么呢？我找人帮我一起合拍视频，应该1+1大于2的时候，然后基友一放上去，发现过了15分钟，点赞还是300多个，我的内心就开始羞耻，因为内心想的是自己合拍好歹要比平时再多一点点。对，因为好歹我也是艺人，出道这么多年了，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后来我就开始买流量，买豆浆啊，真的，我自己购买。哎，我给陈卓璇也买过啊？不是，你怎么买了还那么点儿啊？完了，刘伟，买少了。不是，因为买这种流量是有技术的，我通常会先花100块钱试水，看能推波助澜到哪个位置。这么专业啊！我跟陈卓璇合拍那个视频我就买了，但是你的投资很小，只花了100。所以那个视频有多少点赞啊？我跟你讲，平常我的点赞量就是，真的要这样说吗？很羞辱哎。比如说平时是100，那条是多少？那条是10倍。你这不是羞耻，你这是羞辱了，有点。我确实买了，但是你们回去看那个视频，我是跳的是哈，就还是很活力的。陈卓璇。就是很敷衍你是吧？有没有找过自己的问题啊？还怪我？那这样，我们现场你们跳一下，我们看一下是谁的问题。好，真的假的？看吧，正好帮你打歌。好。来，3、2、1，当女团舞遇见藏起我。你不知道是我已经滑手了。来过，你怎么还不来？滑手，我都看不到你们跳舞。当女团舞遇到，我会长按，不感兴趣。以后不要再推送给我这种东西，减少类似推送。举报。即使你这条，说实话很想删掉，是不是？我好想删，因为数据不好看，但是呢，好伤人哦。但是我就想说，哎呀，我又不好意思删。我非常理解卓璇，非常理解，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你也删，他也删过一条跟我合拍的视频。哎，那会不会真的是你的问题？没有来看，但是我也有买这种流量成功的。有一个朋友就是赞美我，他自己发的，就说刘伟有多好。然后当时我扫到了点赞280个。你给别人夸你的头钱啊？夸我的头钱？变态啊！因为我觉得让全世界看到刘伟有多好。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打个比方，如果他夸薛之谦，那点赞肯定会很高；他夸杨迪，肯定点赞很高。哎，还好。然后结果他夸我点赞只有280，然后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羞耻。我觉得他虽然想为我好，但我为他好了吗？我没有。哎，有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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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他做什么了？你是善良的。然后我就给他买了流量，真的花了大血笔。大血笔，要么下了血本，要么大手笔。花了大手笔。我当时投了200块钱，比你那个高100。花了200块钱。然后一下点赞到1万多了。哇哦！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你发的东西，我给你买流量，他是能看见的。后台看到刘维给你买流量啦。然后有一次他看到我就说：“维哥，你怎么给我买流量啊？”这好尴尬啊！我当时真的想把一个地抠开，把自己钻进去。你好傻，你应该申请个小号再买。我小。专业哦。你把你平时干的事情说出来了。我绝对没有，但是我希望你把那个买的方式推给我。你不用买，你一会儿跟我合拍一个不就完事儿了？直接可以点赞拉下来。敖犬呢？你有吗？好的，我来了。那个敖犬，这个故事大概讲多久？3分钟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3分钟，完全 OK。倒计时开始。
OK 了，我这个故事呢，就是我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5秒喽。太快了！你讲。那扎刚那个又臭又长的，没有，对不起，谁又臭又长？你在说什么？哪里又臭又长了？还有又碎。剪一下可以。不要记了，我会紧张的。啊，有时候父母的这种夸奖，就是一直夸你，夸到跟你的实力不匹配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很羞耻、尴尬。因为呢，他就觉得自己儿子是艺人，就觉得说，哎，你干什么事情都是 super star， 就把你夸上天。哦。我第一首人生的创作的歌曲呢，是我熬夜通宵做出来的，然后我就很兴奋，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听听最诚实的声音。OK。我就给我爸听了这首我第一首 demo。我爸听完这个歌啊，他就拍着我。哇，你爸爸跟你这样聊天，天天好累哦。儿子，我觉得你是像 Michael Jackson 这种天选之人。我觉得，你的音乐呢，一定能带领世界的潮流。哇！哎呀妈呀！我听完这个话，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说，爸爸，你怎么会拿一个这么伟大、经典？好，时间到。谢谢。哎，我已经尽量说很快了。这个故事剩下的部分，请移步敖犬本人的社交平台。不要那个计时了啊！快完了。哎，他又臭又长。好，我要加快了。好，来，就怎么会拿一个这么伟大的歌手来说我呢？对呀。但是呢，就很刚巧，隔一年就 Michael 就离开了地球。我觉得完蛋了，这个地球的音乐潮流没有人带领了。轮到你了，我相信是我。哇哦 my god， 想好多！天哪，好大的胆子！我就上网把我这个歌给发上去了。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带领音乐潮流。确实。下面的评论全部都说，这人脑子有问题。而且更羞耻的是，这个歌到现在我都删不掉。哎，现在能听吗？现场现在很羞耻，真的不要听，因为那个歌真的很烂。不行，你都说到这个了，听听看嘛。来一个。如果你们想听，可不可以陪伴着我唱这首歌？好，可以。副歌很简单的，叫做老鼠、滑鼠，傻傻分不清楚。当然，这首歌还是个抄袭的歌哈。我没有，你们听完。这首歌是原创啊，是你抄袭蔡依林。你们听完再决定，好不好？行，你先唱嘛，你先唱。1点、2点、3点、4点，现在到底是几点？我好饿！1点、2点、3点、4点，现在到底是几点？我没睡，我就会把花束看成老鼠，花束，傻傻分不清楚，不清楚，老鼠，花束，傻傻分不清楚，不清楚。我的天哪！做一个简单的声明，我们讲的那个都是奇奇怪怪的那些羞耻，但你这是真应该羞耻。他是抄袭啊！不，我发誓我没有抄袭，你们自己查一下年份。蔡依林那首歌哦，你在他之前，我是2012年的。啊，蔡依林抄袭你？你说真的吗？真的假的？没有，你们查年份，我不确定。等一下，我们有公证出的公证。05年，人家2005年讲什么？喂，创意抄袭，傻傻分不清楚。对，你们不要玩这种会犯法的问题，好不好？但没关系，大家对你的那个认知啊是傻的，所以大家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不起？好了，对不起啊，很羞耻的歌，对不起嘛。但蛮可爱的，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他也不盈利，随便玩玩了，对，没事儿。对啊，这是致敬，我经常致敬。蔡依林，对不起。好了，坐下吧。娜扎，你有吗？其实我也有工作带来的一些羞耻症就是外界给我的一些标签，然后就是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很羞耻。
哦，什么标签啊？有一次我想招一个助理，就面试，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录了一个综艺，然后我自己认为我在那个综艺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哇哦，然后就很自信，就说。啊，那你有没有最近看我的就是综艺啊，就是什么什么综艺啊？没有这么做作，反正就节目效果，你们就是忍一下了，坚持一下。然后他说，我看了，他更做作，他比你还做作，挺适合加入的哦。真是很高。然后我就说，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他就是。我看了，我觉得特别可爱，就是我觉得，你们俩说话都这么累吗？都要这么喘的，好多标点符号。然后他说，我就是觉得上天是公平的，给你一张这么可爱漂亮的脸蛋，然后就是笨笨的呢，笨笨的呢，就是笨蛋美女啊。你要招了这个助理，你们俩在沙发上2个人可以恨一天啊！哇，好恐怖哦，真的好恐怖哦！我就觉得网上的人就说一说你是笨蛋美女就算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说，真的是笨蛋美女，然后就，娜扎，还是淘汰吧，娜扎，只能这样。娜扎，你说了3遍了。感觉娜扎还是很享受“笨蛋美女”这4个字的。但是娜扎看上去并不像笨蛋美女啊，你平时的临场反应我感觉还是蛮快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是笨蛋美女。太好了，我们当场测试你一下好不好？测试你一下，你感觉是个笨蛋帅哥啊？测试你一下。你是笨蛋帅哥吗？测试你一下好不好？哎，你这样，我给你挑一位男生跟你演一个戏好不好？我们看你的临场反应，随便挑一位啊。我有一个要求，一定要看着我的眼睛。好，张延齐来。我反正什么都不用做嘛，对吧？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边走边听这个剧情，你们要反应快哦。预备，开始。当笨蛋美女走在路上，突然遇到心仪的男生，2个选择：摔在他脚面上打招呼，还是想办法伸脚去绊倒他。我该干什么呀？哇，他这个厉害，他直接就是扑倒在别人怀里。好，娜扎，可是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理由，你是怎么了，你才会做出这个动作？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跌倒了？我可要把你丢开了！你在干嘛？啊！你在干什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闭嘴！好，听大家解释，为什么你这样倒下？哇，娜扎的眼神！你真的是我见过所有男人里面最像一只有魅力的猴，有魅力的猴。妈呀！安老师，去爷！你在说什么？等一下，你听我说，因为大家都说我像美猴王，太莫名其妙了。好，张延齐，你这时候有羞耻感，但是你要顾及女生的面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这个时候我就会说，那可太好啦。没事，张延齐垮掉了。娜扎竟然赢了！整段垮掉，都没有接住我的梗，淘汰。好厉害哦！我以后已经不是不敢跟人对视了，我都不敢跟人对话了。以后你都不敢跟人擦肩而过了。以后我走到街上都是这种啊，就是，这很恐怖哎，疯掉了。哎，我上次跟徐志胜演过同样的片段，他都有自信抓住我，你这么没自信吗？你不行。你真的在马路上搭讪，如果让男生，你是这样？我生活中应该都是对方可能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哎，我们来一段呗。哇！
这个要即兴了。哇，娜扎也上瘾了。3、2、1，走。小姐，爱的那么认真，认真的雪，我是你的 big fans。big fans。哇，很高兴见到你哦。哎，小姐，怎么突然之间就在马路上昏倒了呢？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好，这个我输了。才2张就没有了。他真的莫名其妙，莫名其妙了。我竟然也有输的时候，觉得。哎，维维，咱俩来一段，你是娜扎那个角色，倒在我怀里。好，我看娜扎啊。2个人在路上相遇，女生非常的想搭讪这位男生，因为他实在是他见过最矮的男生，太感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会用什么方法跟他相遇呢？请注意。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你过分了！我不配拥有你！我不配拥有你！你个小矮人！我配不上你！你个小矮人！你过分了！哎 ，sorry， 完全不接哈！你怪不得让我跟你演，你想让我摔死，然后你还当布局长，是不是？好阴险啊！我 sorry， 我小的时候就这么坏，对不起。矮坏的，就是我精神，对不起。哎呀妈，太坏了！除了娜扎这个笨蛋美女之外，大家有没有身上哪个标签你们每次听到以后觉得有点羞耻的感觉？玩哥，你的标签分别是？我就是主持人很多在我上台之前都会说，有请我们的音乐小精灵金志文。多比。如果是我，就是有请我们的音乐地精土行孙啊。音乐霍比特人呢？音乐霍比特人。我觉得精灵就精灵罢了，就是你还加个小。然后还有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请音乐小巨人金志文。哎，掌声有请我们的英剧丑八怪杨迪。你这什么呀？这是什么称呼？这特别难受，很矛盾。对。其实刚才分享的都是一些外貌啊、工作上的一些羞耻，其实生活里有很多小点会让大家羞耻。我有。小鹿，我有。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叫浪漫羞耻。浪漫羞耻是什么？就我对于浪漫的事情，我就很难正常表述。尤其那种公开场合，是不是？对。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男朋友跟我求婚哈。不用，谢谢啊！你没答应是咋的？连大家起哄都受不了。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海南，然后回来之后，我朋友问我们干嘛了，我就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做一些搞怪，然后非常夸张的动作来掩饰我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浪漫的这种情绪啊！我就在干嘛了啊？就是我男朋友在海南跟我求婚了。越来越像杨迪了，真像。你尝试一下平铺直述的把这个事件讲出来。我男朋友在海南的海边，当时单膝下跪，你说得出来吗？应该也行吧。没有，就是我就会觉得很，就是没有办法跟朋友直接表述这件事情。所有跟爱情相关的甜蜜，我都觉得很尴尬。那甜蜜的称呼也不行？也不行。就是比如说我的，你看我现在就开始尴尬了。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你说我的。对，年初求的婚，其实我俩现在已经结婚了。应该叫老公了。哎呀，当时我叫不出来。老公，我觉得这个词就是什么东西啊？我感觉“老公”这个词，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叫，不能直接叫。官方叫法都是“老公”，太长了吧？它后面一定有一条那个尾巴，我就觉得我完全接受不了，所以我叫不出来。就是我不仅叫老公叫不出来，就是情话里面的浪漫，我也觉得很羞耻。就比如说。他说什么，我就一定迅速在脑子里会迅速的反应接梗，
来稀释这件事情的浪漫性。情话还要接梗，对，真的好杨迪哦。比如说他跟我表白的时候说：“哎，小鹿，我不能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当时就想啊，那说明你的想象力真的很匮乏。我就脑子里一直在想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羞耻，就是我很难叫别人的名字单字。哎，这个是有点恶心，为什么？比如说别人问你啊，哎，兄弟你怎么称呼，对吧？我叫我谦。就好像是不舒服的。那如果叫娜扎呢？扎，大家好，我是扎。其实说到生活中的羞耻，我上厕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比较羞耻。但是我在厕所里面的时候，我就不希望别人知道里面是我。之前我们录一个露营的节目，然后呢，我就去洗手间了，我就蹲在那儿上厕所，然后就外面好像有别的艺人就要来上厕所了，然后那个艺人他的那个 PD 是个女生，她说：“老师，我先帮你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她就说 ：“Hello， 厕所里面有人吗？”我就压低声音，让他一出去，杨迪哥在里面。我到今天我都很费解，我声音压成那样。那个艺人就是我，就是张延琪本人。但是我真的我都没听出来是迪哥。而且今天还很尴尬，因为彭昱畅到我房间来啊，刚来一会儿我就去洗手间了，然后他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中间已经出来过了，我肚子又不舒服，我又进去。我进去以后他又来了，感觉我没有出来过，中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还在门口问我说：“迪哥，快点！我说下面都要开始了。”而且杨迪每次录影之前都会上厕所，只要在休息间找不他，我一定去厕所逮他，因为我要一身轻松。但他今天上2趟哦，真的建议你去做一下肠胃镜啊。不是你是不是做过肠胃镜啊？对对对，我人生最羞耻的时刻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录节目就大家一起嘛，糗事大家都知道嘛。但是最可怕的是去公众场合，然后社死的时候。我第一次是因为割阑尾。然后我那天凌晨在北京电影节，然后很痛，然后在北京电影节割阑尾。接下来有请彭昱畅，主持人过来。我在那里很痛，我在这边这样走，我后面这样走回去。对，然后后面很痛，连夜送到医院去了。人家跟我说阑尾必须得割了，我说我不割行不行？他说你必须得割，你这个弄了就穿孔很危险。然后我以为啊这是小手术嘛。护士跟我说，他说彭你得脱光了进去。我说啊，但最羞耻的其实不是那个，还不羞耻，最羞耻的是做肠胃镜。我刚做完啊，现场有多少人做过？我啊，你看这么多人没做过，他们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你做过是吧？我做的还是局麻的。哦，躺好躺好，躺好啊，直接。一定是这样的，侧上，他一定要你侧着。对，为什么就给我做了？莫名其妙的。别你了，我给大家说，本来我是这样躺着的嘛，我当时是这样躺。护士就过来说不可以。对，你们一看就有经验。嘿，一定要侧着的。对他其实第一句话是说彭昱畅，完了。这3个字一出来，然后肠胃镜嘛，顾名思义，嘴巴里要塞一根管子。对，如果你是肠胃镜的话，是上下都要塞，都要一起。然后那天我就特别尴尬，因为里面不只有我一个人啊，同时还有很多同时体检的朋友，就好多人一排全都这样。对，一排侧躺啊，一排都在那侧躺。哦，我知道他那款了。你这个是连检，就是大家排成一排，从下面一个穿过去以后再穿到前面。然后再两头，1、2、3提。哦，这边熟了，翻一翻。傻子人，好了，可以了。烤猪啊！其实做肠胃镜对医院来说，现在算是一个简单的检查项目。那你的羞耻感在哪里呢？他的社死在于，就是刚认出是彭昱畅，下一秒马上做肠胃镜，马上肠胃镜，麻醉，肠胃镜。对，但还好你全麻就没什么感觉。他一注射以后，5秒都不到，对，脑袋一凉，等你杨先生已经全部结束了。全做完了。但是酒量如果有点好的朋友，一定要给他说剂量加大，或者是体重你要报一个实在的体重，因为我最近同事中间醒2次，那个嘴巴是有那扩嘴器吗？医生，我醒了。医生，那很可怕。医生啊，睡吧你。然后医生还在忙，医生，我又醒了。
这个朋友2次，好可怜，好惨哦。你知道那个朋友是谁吗？对啊，就是这个人。完了，他在楼上看过了。可以了，哎，不行了。但其实，在医生眼里，我们都一样的。医生都看惯了，他管你的。对，好了，那咱们床位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啊。李一真来。就是我也有一个羞耻，叫做小题大做羞耻，跟敖犬哥的有点像。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去跑龙套，其实就2个镜头，第一个镜头呢就是哭，然后第2个镜头紧接着就跳井了。你知道这部剧其实播的还挺好的，然后我奶奶就超级开心，小题大做，就开始就是一边打麻将一边不经意的宣传3万。哎，最近我那个孙女演了个电视5条，你知道她演了个跳井的。然后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回家，他们就说：“哎呀，大明星回来了，来快点把你的跳井的视频放给我们看一下。”代表作。哎，那你过年家里人会说，来你跳个，给大家看看。那我觉得你这都还好了，我现在很怕今天我回家，爸爸说来给他看一看。神经病！本来我是没有那么羞耻的，我现在刚刚。哎，义正，我特别懂你。像我们这种父母眼里的巨星，从小当然会被家人要求当众表演。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拿出小儿感冒药，因为一个合格的火星特工需要从小培养。有小儿感冒药，预防冷场，温暖贴心，伴我成长，不惧任何风寒挑战，什么表演都好看。耶！好，接着往后来。哎，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这种共鸣啊？就是当你也没做错什么事情，但你就会觉得很羞耻。比如说，你被一些就是跟你父母年纪差不多的人服务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羞耻？被服务，我明白。阿姨不用了，没事，我来，阿姨。对对，就会有这个感觉。小鹿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同感，就是有的时候长辈为你服务的时候，确实不好意思说什么。我家的阿姨就是从18年干到现在，那么久，干得真不好。好，我的一些朋友到我们家嘛，就说哇，你家那个镜子好多水渍啊，到处都好脏。阿姨打扫过吗？我说这都打扫过的，因为阿姨就是有的时候垃圾袋每天都要收拾，就有垃圾什么就要处理。不扔，她扔，有1张纸她都换垃圾袋，我垃圾袋都快把我弄得就我买不起了。后来我现在垃圾都带出去扔，因为我经常在坐在看见，后来阿姨我出去一下，1包纸，你是把你逼死了。这样我的垃圾袋就不用一直买新的东西，我现在都在网上买那种好便宜的垃圾袋，因为阿姨老是换。18年干到现在可真不好，为什么？但是她人真的非常好。哦，理解。比如说我在家里上网的时候，她想确定我在不在家，她远远的就开始喊我。孙先生，不是杨先生，5年了，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我都疯了。前2天我给他发微信，我说：“阿姨，今天我不回家了，你帮我把狗遛一下。”好的，张先生。阿姨好安全，绝对不泄密。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说谢谢阿姨，她应该完全不知道我谁，反正每天就孙先生、张先生就喊一些怪名字。我就不知道他每天在我们家忙什么，反正两个小时到处还是灰啊什么的。走了，王先生，就走了。莫名其妙，王先生。让那阿姨做饭好难吃，好难吃。你这样说，阿姨真的 OK 吗？后来我就开始做饭，阿姨吃完以后擦着嘴，杨先生，你做的饭好好吃。这个时候记住我的名字了，杨先生。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明天要出差，我烧的肥肠可能量比较大了，阿姨打包带走了。下次还给我发微信，杨先生，肥肠好好吃，我跟我老公吃的好开心。但遛狗还是遛的挺好，因为我们老出差嘛。啊，主要是遛狗。感觉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阿姨是刚从沙发上弹起来。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演，但人真的很好。人还好。总而言之，就是有好的推荐一下。其实大家刚才分享了很多关于羞耻症的这样的一些笑话，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其实我觉得羞耻症可以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不自信。对，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小鹿的那个浪漫羞耻症，因为我觉得，当有一个人为你制造浪漫，为你传递爱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欣喜的接受，说哇好开心。但只有可能有一些人内心当中会觉得，
我不配，好像这种小小的美好不应该是我的。就像我自己坐在这个副局长的位置，说句实话，今天我自己是觉得有羞耻感的，因为那个羞耻感造就他的就是我的不自信和紧张。但是我们应该告诉我们自己，不论你在哪里，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都是最闪光的。没错，好，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属于自己的美好。因为大家聊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羞耻症，我觉得都反映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因为一方面是传统理念的要求，觉得大家不能过于冒尖儿；但另一方面，现在这个社会需要大家彰显自己的个性，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之间有种拧巴的情绪，就导致你可能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不太好，就显得有点羞耻。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摆脱羞耻症的话，还是需要做出一些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可以有羞耻症，但是不能没有羞耻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的，哎，人不知耻呢，就所谓天下无敌。但其实这句话呢，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的。而且呢，我对所有的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种羞耻是抱有敬畏之心的，因为这至少是我们每个人的底线，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最后秉承知耻而后勇，才是人间正道。好了，各位，接下来请全场的特工来表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的话，就拍桌支持，请表决。这个提案通过。那我们已经几期会议了，但是呢，好像没有听到我们杨迪副局长有过提案了。不是想的多给大家一点机会吗？我以前当高级特工的时候，只要我提案，我那期必王牌特工，真的是，我提案提的真的是非常好。我发现，地球人的爱恨就在一瞬间，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好。用现在非常的流行的词儿来说，就是上头和下头都发生的非常突然。因为现在的社会节奏呢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一个刚认识的人，所以对这个人的印象往往就在第一面的时候说，哎，这个人不错，我挺喜欢他的。突然一个事儿，哇，垃圾，就马上上头。有这么反转吗？就一切转换都特别之快。像我自己就有一件，我对一个女生就是上头下头都很快的一件事情。来，你说说看。有一次，很多艺人我们在一块儿聚会的时候，当时来了个艺人，他就带了一个他新认识的女朋友。说句实在话，那个女生一进来，没有一个人不夸她好看，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哦，比娜扎呢？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好看，真的不开玩笑。好，娜扎第一，那个女生都第二。你得罪我了，你不行。哇塞！行，带来的那个就是娜扎。我们日常的聚会，我都玩的是你画我猜，太无聊了。然后那个艺人就跟他女朋友一组，他们就开始玩。哇，那一刻我真下头了。咋了？为什么？出来了一个词条了嘛，鳄鱼。那男生就开始给他女朋友比划，两个字，一种动物啊，水里面的，很凶猛，很凶猛。沼泽里面生活，形容他的眼泪，什么的眼泪，什么动物的眼泪，我觉得很明显了啊，很好啊，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冷血，他很冷血，他的眼泪都是假的，这种动物是什么？我刚刚给你买的包，鳄鱼。好夸张啊！后来下一道题，狐狸，这个动物非常狡猾，非常狡猾。那个纣王，妲己是什么动物变的什么？围脖做成围脖，狐狸。她才是名副其实的笨蛋美女。哎，真的是。所以那一刻我有点下头，我说，确实这个女生很漂亮，但是如果就她知道的东西再多一点，应该会更好。后来那个艺人本人都不好意思了，走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就说：“迪哥，你辛苦了。”我说：“没事儿，你才辛苦。”鳄鱼怎么攻击人？哎，那包好不好用？好用啊，但我没有。那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这种事情？我讲述一个故事。哎，
因为我私底下是一个特别想当一个年轻人的人。那你看着就很年轻啊！啊，你看娜扎说实话了，你本身就是个年轻人，我们自信一点。什么叫想当年轻人？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98年、99年的啊，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晚辈特别尊敬我啊，我说白了就是很喜欢年轻人冒犯我。哇，维哥你，就我喜欢他们就是维维，哎维维，小维子。啊，那这不是冒犯了，是叫侮辱。就是维维，哎，出来吗？然后我说，哎，我不出来。然后他就会说，你必须出来，你凭什么不出来？就我喜欢别人威逼利诱我，一听到这种话，我说，他真的把我当成年轻人，完全不尊重我。你有这种倾向啊？然后我就会跟他特别好。然后我就有一个好朋友对我非常不礼貌，叫黄新纯啊。比如说那个长辈喝酒时候那种，维哥敬你一杯酒哈，他从来不会。他说维哥喝，吹一瓶，就是命令我，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喜欢。然后有一年黄新纯过生日，然后他就是3杯5杯下了肚，然后就有点醉了。醉了之后，然后黄新纯就搂着我的肩膀，就特别真诚，然后就跟我说：“维维，真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你就是我在北京最好的忘年交。”哇，到这种程度了，黄新纯也没有那么小吧？忘年交，他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的意思啊？忘年交字面意思也懂吧？应该也懂吧？对呀，我当时那个酒差点没喷出来，跟我叫忘年交，我真的生气了。但我这个人不太记仇，过后5分钟我就离开了现场。这还不记仇？他生日，因为他生日12点吹完蜡烛，他已经是这样了。然后他又说我是忘年交，我觉得我也该走了，我就跟他呼我，马上下楼打车回养老院。你好狠哦！我有一个工作上很下头的事情，就以前刚来北京做实习律师的时候，当时我们所有个主任啊50出头，然后呢，他特别喜欢标榜他跟年轻人打成一片。怎么有点耳熟呢？忘年交啊！哎，可不是咋的。就有一天我们下班的时候，这个主任就说：“哎，你们几个实习律师留下来，提一提对我们这个所的意见，以及对我个人的意见。哎，我们要共同成长，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然后我们呢也是稍微知道这种事情肯定不可能好好说，然后我们就开始提一些不痛不痒的，什么打印纸这个卡纸啊，报销速度不快啊，什么这些。后来我们主任就说不行不行，你们这些啊明显都是在敷衍我啊，这样你们要说一些那种真正的问题，谁说的好我直接发奖金。哇，一下子就有勇士站出来了，就说啊。那主任是这样的，我觉得您呢现在业务有些生疏了，比如说有些时候有些案子，其实你也没有什么了解，直接就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其实对我们造成了挺大的困扰。要么就不说，要么巨真实哈。哇！然后我们当时想，哇，这能说吗？哇，太夸张了吧！这时候主任说，你看他就说的很好嘛，奖励500块钱。哇！我们当时都被刺激到了，觉得这不是发财的机会到了吗？对，大家就开始说一些特别真诚的意见，比如说有说主任觉得你很虚荣，你经常在这个办公室里吹嘘你跟哪个法学家关系好啊，你又去哪个大佬家做客了呀？然后他一开始说，你看这就很好嘛，发奖金发奖金。到后来呢，就我们越说越兴奋，他呢话了越来越少，脸也越来越黑，直到最后这个局终结于实习律师站出来说，主任。今年年初我带来所里那个案子，你说做完之后所有的钱都归我，但是后来还是律所拿了大头，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不信任律所。哇！这时候主任就说：“说完了吗？都说完了是吧？是这样啊，我也50多的人了，你们说的这些呢，我改不了了。莫谈莫衰。”你们调整自己，适应我吧。散会。应该走出去。哎，那个刚刚每个人发的钱，那个收回来一下。真是，后来大概2周内吧，那2个发言最踊跃的实习律师都走了啊。他们在这个所里挣到最多的钱，就是当天的奖金啊。所以对，这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爱恨一瞬间的故事。小乐，我觉得你这个前领导如果想跟同事打成一片的话，其实有一个更明智的选择，他就挑个周5的下午，大家最难熬的那个时候，带着他们去华莱士来上一波全鸡配汉堡，然后早早的下班，你都不敢想这个星期5得有多快乐。华莱士吃好，员工都夸老板好，
保证下周上班能量满满。好哦。哎呀，我告诉你，我有一次非常让别人下头的一件事情，你咋的了而且这件事情记忆深刻，到现在都是我现在的讲出来的害臊，整个真的讲出来害臊，就是整个可以说是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侮辱。那快讲，讲出来，快让我们侮辱你，这么好兴奋的，就想听你害臊的事儿。我这个人就是真的生活中还算就是很客气，这还算蛮正常的。我有一次拍一支 MV， 拍真 MV， 然后呢，我对这个艺人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因为是朋友介绍说，哎，过来当我 MV 女主角，那 OK。那个人叫张艺尚。啊，我知道。工作中的时候，他会觉得应该我是还 OK 的，蛮正常的，很投入。第二天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哇，我职业生涯我第一次这么崩溃过。怎么了？怎么了？我有习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先要去锻炼身体。那个酒店的楼上是健身房，我就上去了，哇，健身满头大汗，浑身都是湿的，汗淋漓，哇，就弄非常湿的那种。全部弄完以后要下来，然后我按了我的楼层嘛，我这个人比较在酒店很低调，戴个帽子，然后或者是戴个那种头戴。门铃灯中间一开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头低下来，我在不是很想让大家认出来，就看到隐隐约约你听到两个人在聊，哎呀，突然门一开看到以后就不聊天了。我就可能认出了，我就楼层到往我房间走，我房间那个是个死角，就是一般人不会有来，就这一间房间了，我就赶紧过去以后，角落那些就在想，对我先进去刷卡房门，刷卡房门，怎么因为只有这间房间，刷怎么有点刷不开，这时候我就听到那边没有声音的地方突然隐约的脚步声过来了，嘎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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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哎呀，在走廊上还是走廊上走廊上。然后我想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啊，要不然的话晚上会有人打扰我，睡不好觉，我就想很多。滋都打不开嘛，然后我就敲门，噔噔噔噔噔敲门，脚步声越来越近，就是各种嘎哒嘎哒嘎哒越来越近，我就开始慌了，哎呀完了，因为我一直这样嘎哒嘎哒，我没看他，他突然在我门口停下了，完了，我就转过头一看，我当时愣在那里，我想。一个人拿了个大箱子，然后他看着我，一个男的也这样看着我愣了。男的拿着行李箱，我也看到了，我说等一下，这个人我好眼熟啊，好眼熟。我想想，哇，脑子里瞬间过去，在翻，这是哪个人？咵，翻到了，这个人是张艺尚的化妆师啊，他怎么在这儿来了？我再赶紧看一下这个门牌号码，不是1702，是1802。哇，上错楼了。也就是说，我在他工作人员的眼里是一个老前辈的艺人，一大早浑身汗湿淋漓去敲一个女艺人的房门。哇！张艺尚开门！你懂那种羞耻感吗？而且我全身都是汗，然后喘着粗气。其实张艺尚那个时候已经在房间里面，在门后面，我还敲门了，当当当当当。我当时也懵了，我说一句什么知道吗？叫他早点起来了。这话更过分吧？好尴尬，这种尴尬你真的要疯了。对，说不清楚。第二天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一开我的房门。我的发带挂在了房门口，也就是说我那天太紧张了以后，我跑了以后，我把我发带啪掉在地上还，他化妆师把我的发带捡到了，还交给他，他说薛老师早上来敲你的，啊，哇，然后也就是说他也默默的把那根发带没有敲门放在了我房门口，哇，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一定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变态，是。原谅我，医生，我不是故意的，我没那个意思。我说实话，我现在没有人家微信，我都没解释。那我今晚帮你问问，我认识他。你帮我解释一下。结果一解释，不想听到这个名字，我不想听。下不下头？你说？徐志谦，你更下头。我就是他对我下头嘛。你听我讲，我这是你的故事死角吗？你讲故事看过我一眼吗？一级副局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没有对话空间，因为薛之谦全程都是对这俩人说话。因为我们给的反馈好啊。
怪不得戚薇走了。你跟我说，我不习惯你，戚薇我看她的，你我就不想看了，不讨厌。哦，哎呀，就这种误会真的是致命的。对，刚才也是一个误会，很致命。也分人，也分人，没事儿。有没有那种就是本身印象不是很好，慢慢哎对他上头了，由恨转爱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啊，我来温暖一下好了。我这个故事不好说，因为我要说一个大实话。现场有一个艺人，在我来到火星之前，我是对他非常不喜欢的。这个人呢，就是肯定不是我，他是本来喜欢我，现在讨厌我。不是你，不是我，是我，不好意思，是你。我好喜欢你讨厌我，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对你？我要说一个，就是人呢，真的是必须要相处，你才会了解他。之前呢，我不认识伟伟，我那时候就要拍短视频嘛，那个团队就会一直跟我说，来，我们团队呢有做一个艺人的账号，他叫我参考刘伟的账号。每次给你展示我的。刘伟的账号基本上就2种东西，一个就是很油腻的舞蹈。结果全是这种。第二个全是不好笑的段子。哇，是这2个风格，我想为什么要让我参考？哇，说出来了。哇，你说的好狠哦！等一下，我今天上副局长是得罪谁了？因为我很不能接受人跳舞的时候啊，特别爱 wink。而且他嘴巴特别爱放松。我还好啊，为什么抖啊？嘴巴合不拢。他喜欢放电。我没有。有，你有。他有。没有，我跳舞可能就只是会有那种。对，就这个东西。跳给你们看。刘伟，你跳一下类似的。哎呦，来，那 DJ 抓了比刘伟版。 3、2、1，释放你自己，开始。真实的刘伟，嘴巴放松。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梗糟蹋自己啊？我觉得人都会有年轻过。我知道，我了解你的，但是我那时候不了解，为什么要我参考这个呢？我要怎么拍呢？好，时间到，不用解释了。好像可以在3分钟转。没事，秒表烂去讲。什么时候可以转到对我上头？我现在已经对下头听了很久了。对你上头的时间，我们某一次录完火星，然后杨迪都会请我们吃饭嘛，到他房间。哦，是吗？哦，那我现在对迪哥下头了。怎么说呢？他没请过你啊？迪哥没请过我吃饭，他也没请过我。哎呀，你也没请过我吃饭。下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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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头。我这里面对你们做的都是各种手势。你把扇子拿下来看一下。等一下，不要打扰他，因为他马上要对我上头了。帮你们缓解一下，缓解一下。他眼睛有泪水，你很在意的吗？他真的在意，因为你说的都是我们平时想说不敢说的。好了，就在我们那个聚会的时候，那时候刘维刚好要去追光吧哥哥吧。那时候感觉让我觉得你很喜欢我哎。没有，其实我那时候装模作样的。维纳斯，你要不要帮帮我？又臭又烂。谢谢你。快点加速了。对，快上头吧，我上头就是我问维维说，为什么去做男团对来说这么重要？维维就很真挚的，他眼睛有泪水，那时候跟我讲说，因为当男团是我的梦。你知道听在我心里面什么感觉吗？我以前就是男团的，这个梦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实现了。拉黑他，拉黑他，我受不了了。下头，下头。
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还在想着这个梦？仅仅是梦而已嘛。醒醒吧！但他这个梦让我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忘记那个团魂了？我真的觉得让我感动是他对一件事情的执着，勇于追光，就对你上头了。哦。那你会收回对他短视频的那些评价吗？不会啊，那个评价都是真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让你更上头。你发了新歌叫什么？藏起我。谁写的？老薛写的。我花了1天帮你排了这个舞，然后我要送给你，帮你打歌。真的假的？帮你打歌。啊，好感人哦！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哭了，我现在好复杂这个感情。就没拒绝的线索，你不知道是我曾来过。妈呀！你怎么还不好认真编的舞。是疼我隐藏在眼里，思念就一笔带过。这歌确实不好跳哈。哇！没下落。藏起我，特别好。去。哇，你整个编舞跟这个歌一点关系没有啊？而且你拿了一个最显眼的床单把自己藏起来了，会被发现。谢谢谢谢。好了，我爱你。谢谢谢谢谢谢，没事没事，没关系。谢谢敖犬。但是今天确实你给了我一个惊吓，又给了我一个惊喜。但是听说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惊喜，是鹏鹏吧？在我更小的时候，我是看他们棒棒糖跟那个黑糖群侠，小时候我都会你们整张专辑的歌。唱情歌唱什么？各路高手争锋。对，哇，感人吧？哇！包括苦茶，来，我唱给你听吧。我真的假的，彭于晏？彭，下头，他刚叫我彭于晏。你叫他彭于晏。我告诉你，这个人有可能也不喜欢你。没有，我喜欢他，小心一点。我喜欢他。唱吧，苦茶。我坐着唱吧，坐着唱。为什么？站起来站着吧，站着吧。这么好的机会跟偶像合作，我这个有这个羞耻症。哦，没办法站中间的羞耻症。对，我没有办法站中间。你站偏一点没关系，克服一下。我陪你嘛，我陪你，我们都陪着你，鹏鹏。哎呀，谢谢。给鹏鹏一点掌声。变得给我惊喜了，怎么？我们陪着你。音乐下了。好，我自己啊。好，3、2、1，闪！这个太惊喜了吧！哦，紧张死。
着你，这一刻只想把你抱紧。哇！谢谢谢谢你。鹏鹏跟成龙大哥也合作过哈，有得到过龙皮吗？没有没有。你可以跟他交换了，你说哎，你给我看龙皮，我给你一块燕皮。哪来的燕皮啊？燕皮是谁啊？畅皮，对不起，我也把你想成彭于晏了。他叫彭昱畅。下头，下头，下头，下头。那我也讲一个关于我上下头的一个故事。上下头的故事。要么就上头和下头，上下头是什么？我讲完就知道。啊，又上又下的，就跟坐电梯一样。我那天不是在演唱会之后，我不是实在扛不住了嘛，我后来就不是取消了嘛。就在那天，哇，那天真的是受不了，一直高烧，一直高烧，一直烧，一直烧，然后呢，他又很难好，然后喉咙这里，我就真的总不行，我才说，我说，哎呀，今天不好意思，我说今天呢，我的演唱会就只能取消了。然后我儿子在看视频，就他在那边看完以后，哎，完了。诺就是姥姥嘛，姥姥，诺，爸爸 BBQ 了。都说爸爸 BBQ 了，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我要挂掉，完蛋了，很严重嘛。啊，然后他就到学校去了嘛，那老师就问他，他说哎雪糕，你爸爸怎么样？爸爸 BBQ 了。老师都惊了，学校里都知道，你知道吗？然后校长都问他，哎，那个雪糕，爸爸有事吗？我爸爸 BBQ 了，我爸爸 BBQ 了，还在跟别人玩 BBQ， 我爸不要问我了，我爸爸 BBQ 了，就搞得我像走掉一样。艾尔 BBQ， 爸爸 BBQ， 爸爸 BBQ， 哎，这是什么鬼了？然后呢，我一回去什么，他听到声音，他就马上跑过来，咚咚咚咚跑过来，他一开门一看是我，对吧？他说爸爸，你生病了。我说是的。啊，那爸爸，你会不会死掉？我当时烧得很严重，我就突然回了句我不应该回的，我说是个人都会死掉的。然后我其实讲完我就会有点后悔了，其实跟小孩子没必要讲那么严肃嘛。对。那天晚上在我的床旁边，我躺在那边一直在休息，他就背对着我一直在这样，对，不跟我讲话。然后我想，你生气了我还生气。结果你知道他转过来说句什么吗？他突然之间，他撑起来在床上，头转过来跟我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他说：“我以后长大会发明一种不会死的糖，给你吃，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你懂那当时我转过去那一下吗？已经爆想哭了。哇！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绝对要波澜不惊的。我说好的，然后我就把我的手默默地伸出去，因为我但凡跟我儿子拉钩，我一定会这件事情答应他。然后伸出来，他就马上过来说，好的。然后啪转过去以后，3秒钟睡着了。你知道吗？最感人的那个字眼是他用的那个糖字，因为他平时也吃过药，他知道药，对，他还想到我的口感。我就哇，就这句话我就特别感人。上头了，烧了3年我就走了嘛。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他给我一个视频打过来，他说：“爸爸，传染了。”他自己拿一个那种测量仪，爸爸你看，我也 BBQ 了。然后后面一句话是：“爸爸，你不要再回来了。”我给他过的，他烧了3天呢。我天哪，你看看。但这件事情真的是令我感觉对非常的上头，又非常的是，哇，很感人的事情。其实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网友的一个同学，他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来上学，然后为人也比较内向嘛，所以班上一般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就问到这个同学，那个同学基本上都不参与，永远都是一句话，我没什么兴趣。久而久之，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太冷漠了，就觉得有点下头。直到有一天放假，这个网友他自己去吃华莱士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同学也进来了，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家人在这个地方吃华莱士他们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们华莱士的全鸡汉堡，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这个时候，这位网友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同学平时可能不参加这些班级的活动，因为他其实把零花钱攒下来，想着爸爸妈妈从那个小地方来这儿看他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分享给家人。后来这个网友对这个同学的印象就改观了，因为他觉得把家人放在第一位，肯定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之前那个冷漠的印象也扩散掉了。
它不仅仅是网友们一些故事的分享，更多的是华莱士记录了非常多普通家庭